正式进入影片前，问你一个灵魂问题，请问刚刚前10分钟都看了哪些影片？能否说明一下影片大致内容与观点？看到这个问题，一般人可能会有2种反应。第一种，我好像看到有人在跳3正舞，有人在带货，或者第二种，刚刚看了 iPhone 16全系列的完整测评，包括外观、性能、售价、使用体验等等。以上2种不同反应是我认为看完短影片以及长影片最大的差异。长片你能具体说出看的什么内容，短影片比较像是片段的记忆，甚至看完也很快就忘了。但今天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短影片，毕竟相比于又臭又长的长影片，短影片也曾让我们了解世界上很多有趣的事物，快速达到娱乐放松的效果。因此本期影片我们就来聊聊短影片是不是正在偷偷减弱我们的耐心与思考能力。为什么看短影片总是有那么点空虚，但却能让人一直看下去？这到底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呢？如果你想要更有意识的掌控自己的时间，就看下去吧。首先，关于短影片可能正偷偷降低我们的专注与思考力，并不是我随便说的。根据《华尔街日报》一名专栏作家走访了多个脑科学家以及儿科专家，整理出一份关于 TikTok 这个类的短影片如何使我们上瘾。关键原因在于大脑分泌多巴胺的情况。所谓多巴胺是指大脑在期待奖励时释放的一种神经物质，包括赌博、看见新餐厅、被陌生的女孩搭讪，这些都是典型会释放大量多巴胺的情况，让我们感到心情愉悦或是更积极，进入一种快乐的循环。但有营养师认为，让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并不完全是好事，原因是因为看短影片的同时，我们可能会期待快速得到令人兴奋、刺激、有趣的感受。或者如果是知识型短片，我们可能会只想快速了解重点，至于为什么它是重点，我们可能也懒得管，反正结论就是一句话，有看到这句重点，感觉就赚到了，学到了。反观长影片，影片至少5到10分钟起跳，虽然针对一个主题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内容，能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一件事，但相对的，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下，还有几个人能接受这样的模式呢？要让人点进去一支长影片，还是需要蛮多启动因子的，可能包括主题、标题、图片、人物表情等等。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意识到短影片可能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但因为看长影片的成本感觉比较高，这或许就是许多人戒不掉短影片的原因。那既然短影片那么让人上瘾，是不是代表长影片就快消失了，我们很快就要说再见了？其实我认为不一定，理由有2个。第一，获得感不同。短影片虽然看似能快速获得想要的结果，例如娱乐、知识，但长影片的内容相对完整，能了解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观看的过程能触发自己思考这样的内容是否合理。因此看完一整支影片，你会对这个主题有更进一步的反思。例如看完一部跟复利有关的影片，你可能可以对复利有更深的思考与认识，这种获得感比较不容易从短影片中得到。第二，主动选择与被动被推播。短影片通常由我们自己选择是否要点进去看，因为 YouTube 是仅次于 Google 第2大的搜寻引擎，许多人会在这里搜寻目前的困扰以及一些解决方法。因此观看长影片比较像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有意识的去学习自己想要接收哪类的内容，提升使用社交媒体的感受与质量。反观短影片，我们通常是被动的接收平台推给我们的内容，被推播的模式优点是能看到更多样化的影片，但缺点则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主导权，平台想要你看什么，你就特别容易看到那样的内容。例如某些日期可能是适合旅游的季节，那么可能在某段时间就能时常在平台看到什么韩国4天3夜不到1万这类的合作影片等等。所以短期来看，短影音似乎是一股趋势，但其实短影片跟长影片有不同的体验感。如果你想打发时间寻求多巴胺的刺激，那么短影片或许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要更有意识的选择大脑要接收的内容，那么长影片可能更加适合你。但不得不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习惯短影音这种速食节奏，特别是10几岁的青少年，已经很难有耐心完整的看完一支影片。而这阶段又是一个人接触外界、吸收力不错的年纪，平台一旦在这年纪抢占用户的心智，再搭配与同侪聊天社交的过程，短影片效应就像核能这样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扩散开来。也因此 YouTube 在几年前开放 Shorts， 这还将在下周10月15日推出长达3分钟的 Shorts， 这无疑都是在证实短影音是现在的流量
量趋势。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既然短影音是流量趋势，高丽怎么还在这里做 YouTube 呢？接下来我会从3个面向分享，在迈入2025年的今天，为什么我认为长影片依然存在不可取代的优势。第一，创作者与观众的心理距离。首先我们可以回想看看，在刷短影音的时候，会记得哪些内容是哪位创作者创作的吗？显然应该不会。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回想起刚刚短片里的大致内容，但通常不会特别点开主页看看是谁做的，或者更白话一点，就算点开了也不一定会记得，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就是那短短几秒的影片。但长影片比较不同，我们除了可以回想起刚刚的影片内容，正常情况下也大概能回想得起刚刚的这影片是哪位创作者做的。因此我认为这个看似小小的差异，大大降低创作者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这也是我认为长影片最大的优势。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跟同事虽然常常见面，但交情也就那样普普通通吧。那今天上班塞车，中午吃什么的表层话题，但跟老朋友不同，虽然只是偶尔见面，但却能更深入的探讨关于职场、关于人生、关于感情的话题，彼此就更有熟悉感。因此在短影片的世界中，很多人虽然拥有100万的观看数，但这当中又有几人对创作者有熟悉感，或者也不要说熟悉感，有印象就好，我想应该很少。那依照这样的情况，做了一堆影片，却很少观众记得自己，不就感觉很可惜吗？第二，目的性不同，一个单纯娱乐打发时间，一个有目的。通常我们滑短影片，可能会利用上下班等公车、午休时间或在公司上厕所这种短暂的10分钟空档，看的目的也就是单纯打发时间、娱乐放松。那这种时候想看的通常都是一些美食、旅游、搞笑、疗愈的猫狗，或者一些跳舞的影片。这种影片虽然观看量高，但变现效率却比较差。那通常我们看 YouTube 这种长影片时，可能会利用比较完整的休息时间，例如下班后、睡觉前或周休假期。这种时候我们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了解自己关心的特定主题的资讯，例如如何加薪、如何做蛋糕，或者看一些房地产、股市、星座的一些分析等等。因为这种时间比较完整，所以也比较能专注的看完影片。而且因为本身有点目的性，有想要了解的内容，所以这时候对创作者来说，我们的影片可能可以比较高的几率满足观众当下的需求，让观众停留更多时间在我们的影片上。建立信任感与权威感的过程就会更顺利。第三，训练逻辑思维与创作力。虽说做短影片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比长影片低很多，很多 YouTube 大佬也开始转战短影片，但我认为短影音就像一颗糖果，好吃，让人上瘾，但它毕竟不是那么健康，不能当主食吃。因此我认为当有一天他们渐渐从那样灯红酒绿的世界清醒时，那这样快速令人愉悦的短影片风潮可能会渐渐回归平静。而长影片就像是一本本整理过的笔记本，相较之下可以训练我们的理解力、耐力与思维逻辑能力。不只是对观众有这样的效果，对创作者也是如此。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整理一个个主题，并透过搜集资料、整理归纳，再结合自身经验，并以观众更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并不容易，就有点像学生时期老师逼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以前作文写个500-600字就已经哀鸿遍野，那做一支10分钟的影片可能需要写4000多字的脚本。所以说虽然这件事并不轻松，但它确实能更好的训练大脑吧。因此我认为短影片虽然能符合现代人快速的生活步调，但长期来看，或许长影片更能帮助自己的人生获得更多思考与启发。总结本期影片分享我对于长影片以及短影片的看法，也从创作者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我认为长影片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其实很多大 V 近期都有分享过长影片的困境，包括流量降低、业配收入减少、影片制作成本太高等等。但就像前面提到的，我认为长影片更容易让人完整的了解某些主题，特别是知识类频道，观众可能会因为某些创作者的分享得到良好的启发，创作者也能因此在观众心中留下相对正面专业的印象，进而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其实做一支长影片不容易，看完一支长影片也很不容易，特别是那种知识型的无聊主题，至少我觉得能看完这样影片的人肯定是积极上进、具备成功特质的人吧。因此感谢你们看到这里，如果你也认同今天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想了解更多做频道的技巧，也可以在下方预约我的对谈，或者领取我的电子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